我是秦彻，32岁那年接手了魔都一家月亏10万的奶茶店茶语轩，抵押房产跑遍全国找原料，3年把它做成估值50亿的准上市品牌。IPO 上市前夜，大股东赵振邦联合资本把我踢出局，想独占红利。我带着核心团队在隔壁开了茶里山河，用极致产品和对加盟商的兜底，一步步夺回一切。店员，我等了42分钟了，我的高山流水到底还要多久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今天单量比较大，您再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姐姐，我这个奶茶里有虫子，我刚才喝了一口才发现。啊，对不起，我马上给您换一杯，再送您1张5折券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了，我肚子好疼，我要去医院。赵总，您快下来看看，有客人喝到虫子，说要去医院检查，还要投诉我们。吵什么吵？不就是一只虫子吗？夏天有虫子不是很正常？给他退钱，再赔200块钱不就行了？多大点事儿也值得喊我。赵总，这已经是今天第8起卫生投诉了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以前，秦彻都滚蛋了，哪来的以前？原料能省就省，不然怎么赚钱上市？你们要是再敢提秦彻，这个月工资全部扣光。刚才苏城、杭城、建基的加盟商都打电话来说，最近退货率涨了40%，很多老顾客都不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就要亏本了。他们赚了3年钱，亏1个月怎么了？不想干就解约，加进费1分不退。秦彻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们私自换原料供应商的？是赵总定的。他说原来的供应商太贵了，这家的价格只有原来的1/3。1/3？你看看这个配料表，植脂末含量92%，蛋白质含量只有0.5%，连国家标准的1半都达不到。还有这个茶叶都是去年的陈茶，泡出来的茶底又苦又涩，根本没法喝。秦彻，你少在这里指手画脚。现在公司是我的，我想用什么原料就用什么原料。你用这种垃圾原料，会砸了茶语轩的招牌。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弄好的供应链，你倒好，一句话就全换了。茶语轩的招牌是我们赵家的，你不过是我们花钱雇来的打工脚，别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没有我们赵家的500万投资，你现在还在街边卖炸串呢。我卖炸串也不会用过期的油，不会骗消费者。你以为上市就是终点吗？没有好的产品，就算上市了，也会跌得粉身碎骨。用不着你假好心，你就是嫉妒我们能上市，嫉妒你自己拿不到好处。赶紧拿着你的破笔记滚，别在这影响我们做生意。我不想跟你当众吵架，今天是股东大会，我跟你爸好好聊聊。吵我爸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秦彻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了。赵总，会议通知是7点半，现在刚到8点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。公司已经向交易所提交了 IPO 申请，下个月就要临顺了。为了符合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，也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，我们几个股东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对管理层进行调整。经过全体股东投票表决，87%的股东同意免去你的所有职务。从今天起，由我的女儿赵曼琪担任公司 CEO， 负责全面运营管理。投票？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次投票？这是临时股东大会，你作为小股东，有没有通知你不影响投票结果？茶语轩是我一手创立的，凭什么说我是小股东？3年来你一步步吸食我的股份，如今竟想把我彻底踢出局，当我是傻子吗？3年前你投500万的时候，公司估值只有1000万，我占60%的股份。这3年你通过各种增资扩股，稀释我的股份到15%，现在居然说我是小股东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没有我们的投资，茶语轩能有今天的规模吗？你看看现在的公司，3000多家加盟店，年营收47亿，这些难道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？当然不是，但如果没有我，茶语轩3年前就倒闭了。是我拿出全部积蓄发工资，是我一家一家谈加盟商，是我熬夜3个月调试出高山流水的配方，是我搭建了现在的供应链体系。没有我，你们现在投的500万早就打水漂了。秦彻，我们承认你对公司有贡献，但你只懂产品不懂资本，不适合带领上市公司。曼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MBA， 比你懂现代化管理。懂现代化管理，
他连茶底和奶盖的比例是1:3还是3:1都搞不清楚。上周他下令把茶底的熬制时间从8分钟改成3分钟，说这样能提高效率。结果奶茶淡得像白开水，全国门店投诉量暴涨300%，这就是你说的现代化管理。那只是个小失误，以后改了就行了。小失误，这个小失误让全国家方商损失了上千万。赵振邦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你就是想等公司上市了，把股票一卖套现走人，根本不管公司的死活，不管3000家加盟旁的死活，不管几万名员工的死活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。秦彻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乖乖签字，我们也不会亏待你。这是50万现金，还有公司1%的股份，算是对你这几年的补偿。我拿起那份决议书，冷笑出声。50万，赵振邦这是在打发叫花子。茶宇轩现在估值50亿，我15%的股份值7.5亿，你用50万就想把我打发走？7.5亿，那是公司上市后的估值，能不能上市还不一定。你要是不签字，我们就召开正式股东大会，强行罢免，到时候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对，秦彻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赵总已经够仁慈的了，就是没有赵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赶紧签字滚蛋！赶紧签字滚蛋！好，我签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茶宇轩的核心不是招牌，不是门店，是产品，是供应链，是人心。没有我，茶宇轩撑不过半年。哼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没有你，茶宇轩只会发展得更好。等着看吧。3个月后，我们就能敲钟上市，到时候市值突破100亿，让你后悔莫及。那就拭目以待。秦总，我们都辞职了。你们，秦总，没有你，茶宇轩迟早要完。我们跟着你干，你去哪儿我们去哪儿。对。我已经把所有的配方都记在脑子里了，王磊已经和所有供应商打过招呼了，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。林总，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再做出一个比茶宇轩更好的品牌。好，我们走。从今天起，茶宇轩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。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用心做茶的奶茶品牌。好，跟着秦总干！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没有钱，没有门店，没有招牌，还想跟我斗？哼，做梦！秦总，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一共凑了87万，虽然不多，但都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是啊，秦总，我们跟你干，不怕苦不怕累，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。谢谢大家，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，你们跟着我已经受委屈了。怎么能让你们再掏钱？秦总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我们的心意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。就是，大不了我们再从头再来。3年前我们能把一个破奶茶店做起来，今天也一样能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。我把我那套房子抵押了，贷了200万，足够我们前期的启动资金了。什么？秦总，您把房子抵押了，这太冒险了。万一失败了，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失败，我秦彻这辈子失败过无数次。25岁开餐馆倒闭，欠了20万；27岁开水果又倒闭，欠了50万；30岁接手茶宇轩，所有人都不看好我，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失败。秦总说的对。我们不怕失败。就在大家干劲十足的时候，一个员工突然问：“我们的新品牌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走到白板前，拿起马克笔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我们的新品牌就叫茶里山河。
茶里山河，这个名字好好听啊，太有国风感了。对，我们做的是东方茶，就要有东方的风。茶里藏山河，一杯敬天下。我们要把东方的大好山河都装进这一杯小小的奶茶里，让每一个喝到我们奶茶的人都能感受到东方茶的魅力。太好了，这个名字比茶语轩好听100倍。那我们的第一家店开在哪里啊？要不要先从郊区开始，租金便宜一点？不，我们的第一家店就开在茶语轩魔都总部的隔壁，正大广场店。什么？开在他们隔壁？秦总，这也太冒险了吧！茶语轩在那里已经开了5年了，客源非常稳定，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名气很大。我们一个新品牌，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他们？就是啊，秦总，正大广场的租金特别贵，1个月就要20万，我们的资金本来就紧张，万一亏了怎么办？亏不了，只要我们做出和以前一样好喝的奶茶，客人自然会来我们这里。而且开在他们隔壁，就是要让他们看看，没有我秦彻，茶语轩什么都不是。我已经和正大广场的招商部谈好了，就是原来茶语轩隔壁的那个铺位，下个月1号就能开业。王磊，你负责联系供应商；苏婉，你负责带领研发团队；林晓，你负责门店的装修和人员招聘，一定要按照最高标准来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妈，吃饭了吗？小彻，我怎么听你以前的同事说你被公司赶出来了？妈，没有的事儿，是我自己不想干了。我准备自己开一家新的奶茶公司。自己开公司好啊，妈支持你。我和你爸把养老钱都取出来了，一共50万，我明天给你打过去。妈，不用，我有钱，我把房子抵押了，贷了200万，足够用了。抵押房子？小彻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万一赔了怎么办？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赔的。我知道您心疼我，但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妈相信你。钱不够了就跟妈说，妈就是砸锅卖铁也帮你。知道了，妈。大家不要挤，有序排队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今天所有饮品买1送1，还能参与抽盲盒活动。1等奖是全年免费喝奶茶，2等奖是价值200元的储值卡，3等奖是限定周边。哇，这个高山流水也太好喝了吧！就是原来茶语轩的味道，茶底特别醇厚，奶味也很浓郁，一点都不腻。是啊，我喝了3年高山流水，自从茶语轩换了老板，就再也喝不到原来的味道了。今天终于又喝到了。太感动了！你们看这个杯子也太好看了吧，上面画的是千里江山图，喝完都舍不得扔。我刚才抽中了一个盲盒，里面是一个国风书签，太精致了。气死我了！这个秦彻居然敢在我们隔壁开店，还搞买1送1，这是故意跟我们对着干。赵总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客人都被他们抢走了，今天一上午才卖了23杯，还不够房租的。我站在店里看着隔壁气急败坏的赵曼琪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他以为靠价格战就能赢过我，却不知道客人要的从来不是便宜，而是品质。什么？这也太难喝了吧！淡得像白开水，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就是，买1送2也不值，浪费钱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你们这是什么破奶茶？我孩子喝了1口就上吐下泻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！大姐，您别激动。我们的奶茶都是合格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那我孩子怎么会生病？就是喝了你们的奶茶才这样的！我要报警，我要找媒体曝光你们！
大姐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们赔您钱行不行？赔您1000块，您别报警。1000块，我孩子的医药费都花了3000多，你们必须赔我5万块，不然我就跟你们没完。孩子喝了他们家奶茶肚子疼，赔钱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杯奶茶的品质，客人自然会用脚投票。秦总，您太厉害了！我们今天一上午就卖了800多杯，比隔壁茶语轩1个星期卖的都多。刚才已经有10几个茶语轩的加盟商来找我们，想转投查理山河了。听到林晓的话，我眼睛一亮，我知道，这不仅是我们的机会，更是那些被赵振邦妇女坑害的加盟商的机会。他们说茶语轩现在根本不管加盟商的死活，强制他们买高价劣质原料，还不给任何扶持。他们说相信您，想跟着您干。告诉他们，只要愿意转过来，我们免1年加盟费，但是有一条，必须严格遵守我们的品质标准。偷工减料、欺骗消费者的，一经发现，立刻取消加盟资格，永不合作。秦总，终于找到您了。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秦总，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我在杭州开了5家茶语轩，自从您走了之后，每个月亏10几万。赵曼琪还强制我们买她的高价原料，我现在已经亏了200多万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倾家荡产了。张总，我知道大家的难处，只要您愿意转投查理山河，免1年加封费，我还会派专人去帮您改造门店，调整产品，保证您3个月内扭亏为盈。秦总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秦彻说话算话。3年前是你们相信我，加盟了茶语轩，才有了茶语轩的今天。现在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。秦总，谢谢您。我马上回去把5家店都改成查理山河，以后我就跟着您干了。秦总，我们今天一共卖了15067杯奶茶，营业额32847，太厉害了！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打响。赵振邦妇女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走。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银行那边催着还3亿的贷款，下个月再不还就要查封我们的资产了。还有加盟商的集体诉讼，要求我们赔偿2.7亿的损失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要破产了。爸，都怪秦彻，要不是他挖走我们的加盟商和员工，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怪他！当初我就说不要急着踢走秦彻，等上市了再说。你非要不听，说什么没有他照样能赚钱。现在好了，公司被你搞成这个样子。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我以为没有他，我们照样能赚钱。谁知道那些加盟帮都是白眼狼，赚了钱的时候一个个都笑嘻嘻的，现在亏了点钱就反过来咬我们一口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赶紧想办法找接盘侠，把公司卖掉，不然我们就要倾家荡产了。可是现在谁会买我们公司啊？口碑这么差，负债这么多。秦彻的查理山河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已经在全国开了1200家店了，估值都超过60亿了。秦彻又是秦彻，我跟他不共戴天！他们说我们虚假宣传、合同欺诈，要求我们退还全部加布费，还要赔偿他们的装修损失和经营损失。什么？又来300个，这还让不让人活啊？还有，市场监管部门的人来了，说我们涉嫌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，要对我们进行立案调查。赵总，
要不我们还是申请破产吧，这样至少还能保住我们的个人财产。破产？不行，绝对不能破产！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业，要是破产了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有了，我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秦彻身上，说秦彻窃取了我们的商业机密，恶意挖角我们的加盟商和员工，不正当竞争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转移公众的视线，说不定还能让秦彻赔偿我们的损失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爸，这个办法太好了，这样大家就不会骂我们了，反而会同情我们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现在就联系媒体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搞垮秦彻。这些文章编造了大量虚假信息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辱骂秦彻，抵制查理山河。秦彻也太不是人了吧，居然干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！亏我还那么喜欢喝查理山河的奶茶，原来都是偷来的配方，以后再也不喝了。查理山河赶紧倒闭吧，支持茶宇轩维权。秦总，不好了，网上全是骂我们的文章，现在很多客人都不敢来买奶茶了。今天的营业额比昨天下降了60%。还有几个加盟商打电话来说想解约，怕我们被查，连累他们。秦总，我们赶紧发个声明澄清一下吧，不然我们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不用澄清，现在澄清，他们只会说我们狡辩。反而会越描越黑。可是秦总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抹黑我们啊！太气人了！他们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？太气人了！我微微一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锐利。我告诉大家，他们现在跳得越高，摔得就越惨。等他们把话说满，把所有的谎言都编完，我们再拿出证据，一次性打垮他们。可是秦总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门店就要撑不住了。不会太久的。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安抚好加盟商和员工，保证产品品质，不要受外界的影响。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秦总，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是啊，秦总，我们现在就把证据拿出来，打他们的脸。再等等，等他们把所有的谎言都说完，等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手，这样才能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时。这时，我的律师打来电话，说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整理好了，随时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我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。赵振邦、赵曼西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秦彻，查理山河的创始人。今天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，主要是为了澄清最近网上关于我的一些谣言。首先，关于窃取茶宇轩商业机密的谣言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茶宇轩所有的核心产品配方都是我在创立茶宇轩之前就研发出来的。
这里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，每一个配方都有我的名字和专利号。全场一片哗然，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。我看着人群中脸色瞬间惨白到震榜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我不仅没有窃取茶宇轩的商业机密，反而茶宇轩在我离开后一直在非法使用我的专利配方。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要求茶宇轩立即停止侵权，并赔偿我的经济损失5000万元。其次，关于蛙则恒商的谣言，茶宇轩用劣质原料替换原配方，导致产品口感崩塌。他们强制加盟商购买高价劣质原料，导致全国加盟商大面积亏损。是他们主动找到我，要求加入茶里山河的。我在芙蓉城开了3家茶宇轩，以前每个月能赚20多万。自从秦总走了之后，产品变得难喝死了，客人都不来了。一袋奶精比市场价贵3倍，我现在已经亏了300多万了，房子都抵押了。我是长安的加工商，我找赵曼琪要扶持，他不仅不给，还骂我没用，说我不会做生意。我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就关了店。后来听说秦总开了茶里山河，我就立刻转头过来了。现在我的店每个月能赚15万，比以前还好。赵振邦妇女就是骗子，他们只想自己赚钱，根本不管我们加盟商的死活。我们都可以证明，是我们主动要跟着秦总干的，不是秦总挖我们。视频播放完，全场一片寂静，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奶茶行业不是一个靠资本、靠招牌就能做好的行业，它需要用心，需要良心。赵振邦妇女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道理。你用什么样的原料，客人一喝就知道。你对加盟商好不好，他们心里都有数。赵振邦妇女以为拿到了一个招牌就能躺着赚钱，他们错了。他们拿走的只是一个空壳，而我带走的是对产品的执着，是对消费者的负责，是对加盟商的诚信。我的话讲完了，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。秦总您好，我是大日报的记者，请问您为什么不早点澄清这些谣言，而是等了1个星期才召开新闻发布会？因为我想给他们留最后一点体面，我希望他们能知错就改，好好经营。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编造了更多的谎言来抹黑我。既然他们不给自己留体面，那我也不用再客气了。秦总您好，我是东视财经的记者，请问您对茶宇轩现在的状况有什么看法？您会收购茶宇轩吗？茶宇轩今天的下场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。至于收购，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打算。但是如果有一天茶宇轩愿意改正错误，回归产品本身，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记者突然指向人群中的赵振邦妇女，问他们对我的话有什么回应。所有的镜头瞬间对准了他们，我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知道他们已经输得一败二地了。赵总，秦总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真的用了劣质原料吗？张曼琪，你们真的压榨加盟商吗？你们为什么要编造谎言抹黑秦彻？张曼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舆论彻底反转，网友们纷纷删除了之前的负面评论，开始指责赵振邦妇女忘恩负义，欺骗消费者。原来是这样，赵振邦妇女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居然反过来诬陷秦总。我就说茶宇轩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难喝，原来是换了老板还偷工减料，以后再也不喝了。
支持秦总，查理山河 YY 第一，明天就去买一杯支持一下。那些加盟商太惨了，被赵振邦父女坑惨了，还好有秦总收留他们。紧接着，有关部门同时发布了公告：查宇轩的末日来了。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，我知道正义终于来了。但这不是结束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赵总，不好了，法院的传票来了，秦彻起诉我们侵犯专利产权，要求我们赔偿5000万，还有加盟商的集体诉讼，要求我们赔偿3.2亿。银行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，要查封我们的房产和车子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要换原料，非要踢走秦彻，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？现在怪我有什么用？当初你不也同意了吗？现在关满琪，你要再欺负他，你要再活着！就在赵振邦父女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的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红豆资本东方区合伙人沈南。他的到来将为查理山河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。秦总，恭喜你啊！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。谢谢沈总。秦总，我非常看好查理山河的发展前景。你的经营理念和对产品的执着让我非常佩服。我们红豆资本愿意投资15亿，占股10%，帮助查理山河加速扩张。谢谢沈总的认可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如果你能答应，我们就可以合作。秦总，请说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我们都可以答应。第一，我必须拥有公司的绝对控股权，也就是67%以上的股份。公司的重大决策必须由我来决定。第二，不能干涉公司的产品研发和运营策略。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润，要求我们降低产品品质或者盲目扩张。第三，我们每年要拿出10%的利润用于扶持加盟商，这一点必须写进投资协议中。我以为沈南会犹豫，没想到他听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说：“红豆资本投资的就是我这个人。”那一刻，我知道查理山河的未来一片光明。我们红豆资本投资的就是你这个人，我们相信，在你的带领下，查理山河一定能成为东方奶茶行业的领军品牌，甚至成为世界级的饮品品牌。谢谢沈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拿到15亿投资后，秦彻并没有盲目扩张，首先投入5亿元，升级了供应链体系，在全国建立了8个冷链物流中心，确保所有门店的原料都能在24小时内送达。然后又投入3亿元，建立了行业最先进的研发中心，聘请了国内外顶尖的食品研发专家，不断研发新的产品。秦彻还制定了严格的加盟商审核制度和培训体系，每个加盟商都必须经过3个月的培训，考试合格后才能开店。公司会派专人全程指导加盟商的门店装修、人员招聘、运营管理，确保每个门店都能达到统一的品质标准。秦总，现在全国已经有5000多个加盟商提交了申请，我们要不要加快开店速度？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加盟。不用急，我们要开一家成一家，保证每个加盟商都能赚到钱。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绝对不能为了速度而牺牲品质。
如果为了快速扩张导致产品品质下降，那就是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。好的，秦总，我明白了。1年后，查理山河在东南亚的第一家海外门店正式开业，当天就排起了长队。东方奶茶终于走出了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新加坡首店开业当天，卖了2800杯奶茶，排队排了3个小时。很多外国人都说东方奶茶太好喝了。秦总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东南亚首店大获成功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在其他海外城市陆续开店。太好了，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喝到正宗的东方奶茶。秦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刚刚被评为东方10大茶饮品牌第1名，还获得了国家食品安全示范企业的称号。这些荣誉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告诉所有员工，这个月每个人发2倍工资。而此时的赵振邦父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所有的资产都被法院查封，员工全部走光，总部大楼也被贴上了丰田。他们卖掉了所有的房子和车子，还是还不清债务。他们找了无数个投资机构和企业家，想把茶语轩卖掉，但是没有人愿意接手。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们，生怕被他们借钱。赵曼琪的那些网红朋友也都和他断了联系。走投无路之下，赵振邦和赵曼琪只能厚着脸皮来到查理山河的总部，求秦彻放过他们。看着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，秦彻的心里五味杂陈。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我们找秦彻，你告诉他我是赵振邦，他会见我们的。对不起，秦总正在开会，没有时间见你们。你告诉他，我们真的有急事找他，求求你帮我们通报一下吧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请进。秦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放过你们？当初你们把我赶出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？你们用劣质原料欺骗消费者，压榨加盟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他们？你们买通媒体抹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？是我们鬼迷心窍，是我们利欲熏心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别来这一套，我不吃你们这一套。赵振邦哭着说，只要我肯放过他们，他们愿意把茶语轩免费送给我。看着他们卑微的样子，我想起了5年前接手茶语轩时的场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免费送给我。茶语轩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子，负债8.7亿，口碑烂到极点。我要它有什么用？有用有用，茶语轩毕竟还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，还有1000多家加盟店。你收购了它，可以扩大你的市场份额，成为行业绝对的领导者。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打工，不要工资，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我可以收购茶语轩，也可以撤销对你们的起诉，不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但是有2个条件。您说您说别说2个条件，就是100个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第一，你们必须公开向所有消费者和加货商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且
在全国性的报纸和媒体上刊登道歉信。第二，你们永远不得再涉足食品饮料行业，如果违反，我会立刻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答应。我们答应，我们什么都答应。我要买茶语轩全部股权，总价1.2亿。秦总，你说多少？1.2亿？你不会是开玩笑吧？我欠银行8000多万，加商商那边2000多万，加起来1亿出头。你买一个空壳还多给2000万？数学不错，是多了。为什么？你完全可以等我们破产清算，用1半的价格从银行手里接盘。那样的话，加商商拿不到全额赔偿，做人做事要讲究诚信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炫耀，也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：做企业和做奶茶是一样的，都需要用心。很多人以为做企业就是为了赚钱，只要有资本、有招牌就能成功，但他们错了。企业的根本是人，是产品，是对客户的责任心。没有这些，再大的企业也会轰然倒塌。当年我在隔壁的会议室被赶出了自己创立的公司，他们以为拿走了茶语轩的招牌就能拿走一切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带走的是茶语轩的灵魂，是对产品的执着，是对消费者的负责，是对加盟商的诚信。今天我收购了茶语轩，从今天起，茶语轩将作为茶里山河的子品牌重新出发，所有茶语轩的门店将全部更换原料、升级设备，由茶里山河统一管理。所有的老加盟商只要愿意回来，我们都欢迎，并且给予最大的扶持。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能让茶语轩重获新生，也希望所有的创业者都能记住，资本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买不到人心，买不到品质，更买不到一个企业的灵魂。秦总，秦总，我们听说你把茶语轩买回来了，你给我们把钱补上了，你不欠我们的。我们的店都没了，可我们听说你回来了，我们一定要来见你一面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又是一家人了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把茶语轩做得更好，把茶里山河做得更好。好，一起努力。秦总，对不起，当初我们不该背叛你。秦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还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我们想回来跟着您干。没关系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只要你们以后好好干，用心做产品，我一样会重用你们。5年前，我从这里狼狈离开；5年后，我王者归来，不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还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奇迹。秦总，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下一个目标是让茶里山河开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让茶里山河这4个字成为东方的骄傲。1年后，茶里山河已经成为了东方奶茶行业的绝对领导者。茶语轩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，成为了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国风奶茶品牌。
查理山河成立3周年庆典在魔都体育场举行，现场坐满了员工、加盟商、供应商和消费者。秦彻作为创始人发表了演讲。3年前的今天，我带着17个员工，在魔都郊区一个破旧的写字楼里，成立了查理山河。那时候，我们没有钱，没有门店，没有名气，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。可是今天，查理山河已经在全国开了12000家门店，还走出了国门，把店开到了全世界。很多人问我，查理山河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告诉他们，没有秘诀，就是用心做好每一杯茶，用心对待每一个人。